这10架武装直升机一进入战场，第一师立刻取得了相当明显的优势。毕竟这时候烈焰大队的直升机还没从边境赶到，黑暗佣兵团仅剩的5架直升机都被牵制住了。距离无忌老妈答应的空中支援还有10分钟时间，10架直升机到来，巨大的旋翼搅起狂风，机手下的链炮喷吐出致命的火舌，剧烈的爆炸瞬间遍布战场，树木被拦腰炸断，岩石崩碎，火力压得人根本抬不起头。白木哥和他身后的2个战斗组当即被2架直升机重点照顾，凶猛的火力将他们死死压制在一小片洼地里，碎石和弹片四处横飞。临时赶来的烈焰大队那边看起来也已经暂时哑火了。没办法，特种部队跨国作战就是没有主场优势，尤其是想要调来空中支援更是千难万难。这也幸亏委内瑞拉的大部分军队还是听政府的话的，并没有被发疯的某位高层全部调过来。吃！白木哥闷哼一声，左臂之前被子弹擦伤的肌肉传来一阵撕裂般的剧痛，动作不由得一滞。原来一块石头被机炮子弹打碎，高速溅射的碎片又从之前的枪伤位置擦过。这一下伤口简直深可见骨，鲜血迅速染红了作战服的袖子。白木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皱了皱眉头，微微吸了一口凉气，显然这伤势影响了他左臂的动作。这样被动挨打可不行。他看了看那些嚣张的直升机，拧眉自语。就在白木哥试图寻找反击机会时，一股极其阴冷危险的气息骤然从侧后方袭来。那是杀机。一道黑影如同鬼魅般从硝烟中扑出，速度快的只剩残影，几乎是眨眼之间便来到了白木哥的身后了。一把闪着乌光的匕首直刺他的后心，这攻击角度刁钻狠辣，近乎于无声无息。没想到第一师中竟有这种级别的近战高手。白木哥头皮发麻，生死关头，他凭借惊人的战斗本能猛地向前扑倒。呲了，匕首划破了他的作战服，把那坚韧的布料割开了一道大口子，只差分毫，这匕首便能穿心而过，简直危险之极。咦，这蓄力已久的一刀没能刺中，让那个刺杀者也是有些意外。白木哥的身形向前扑出，在山林间狼狈地翻滚好几圈，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接踵而至的第2次刺激。他的反应也是极快，抬手就要射击，但那黑影的速度更快。此人瞬间腾身而起，一脚踢飞了白木哥手中的突击步枪，随后他的身形强压下来，另一只手中的匕首如同毒蛇吐信，再次抹向白木哥的咽喉。此人的招式狠辣无比，战斗风格看起来似乎是师承南美某些近战大师的近身杀人技，和委内瑞拉特种兵的招式打法截然不同。不过此时月光从山林的缝隙洒下，白木哥赫然看到这个偷袭者居然穿着委内瑞拉的陆军军装，军衔还是个上校。白木哥左臂受伤，步枪脱手，又被直升机火力压制，面对着出手狠辣的近战高手，看起来似乎完全处于了下风。去死吧，华夏人！这家伙大喊道。来了安第斯山脉，你们就别想走。这家伙居然提前知道白木哥是华夏的，毕竟此刻白大小姐还戴着战术头盔和护目镜，根本看不出来本来面目。
这上校一出场便占据了上风，自以为胜券在握，身形高速一鸣，手中的匕首再度划向白木哥的脖颈。然而这时候，一道寒芒忽然间在此人的眼前亮了起来，因为白木哥已经反手拔出了身后的唐刀。今天这还是唐刀的第一次出鞘，耀眼的寒芒瞬间充斥了这个陆军上校的眼球。他如果还要想着抹白木哥的脖子，那么自己的胳膊一定会被对方整条劈下来。在这种关头，他终于选择后退闪避了。身形闪出了10几米之后，这个上校却发现面前的这个华夏女人竟然已经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似乎当他握住了那把细长的唐刀之后，整个人的气质都变得不一样了，凛冽、凌厉、锋利。唰！白木哥长刀挥舞，耀眼的寒芒连绵不绝，不断朝着那陆军上校当头笼罩而去。这种时候，兵器一寸长一寸强的优势便能展现出来了。哪怕那上校的匕首刁钻阴狠，可是白木哥的长刀让他很难找到机会近身。想要贴近对方攻击，就必须要付出自己受伤的代价。找死！这上校的身形一转，强悍的力量从右臂爆发而出。他精准地把握到了白木哥的长刀轨迹，匕首狠狠地劈在了对方的刀身上。白木哥只觉得对方的力量极大，自己的唐刀差点脱手飞出。而那个上校的反应更是迅速，匕首劈出之后立刻收回再攻，狠狠刺向了白木哥。然而面对如此凶险的攻击，白木哥却是不躲不闪，直接欺进，抬起受伤的左臂，重拳狠狠轰在对方的胸口之上。这种力量输出牵动了之前的伤口，让白木哥的左臂再度被鲜血染红。而这上校在挨了一拳之后，发出了一声闷哼。他没想到，这女人瞬时爆发出的力量竟然大到了这种程度，这绝对是修习了某种高级的力量功法。与此同时，这上校手中的匕首也刺中了白木哥的腹部，可是这一下却没能刺进去，匕首前端受到了阻碍。白木哥穿了防弹背心，同样也防刺。当这上校意识到的危险的时候，已经晚了。紧接着，白木哥的左手死死扣住了他握着匕首的右手。之前那差点被打飞出去的唐刀已然收回，狠狠劈在了这个上校的左肩之上。唰！这把唐刀实在是太锋利了，完全无视骨头的阻挡，仿若热刀切牛油一般，直接劈进了对方的肩膀。事实上，这个上校也是穿着防弹背心的，可是白木哥的刀锋恰恰精准地劈在了背心所保护不到的位置上。他一声大吼，身形朝着后方飞退，拉开了20米的距离。如果不是他反应够快，白木哥这一刀绝对会将他一整条手臂都斩落下来。而此时，这上校的左边肩膀已经被劈开了一大半，就连大臂骨都差点被完全劈断，鲜血涌出，瞬间染红了衣袖。这胳膊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他深吸了一口气，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白木哥抬手抹去了嘴角的鲜血，护目镜下的眼睛里没有丝毫表情，只是在抓紧时间大口喘息着。刚刚虽然有防弹背心阻挡住了对方的刺激，但是这上校用出的力量极大，白木哥依然承受了强大的冲击力，受了一些内伤。他的性子也是够狠的，以伤换伤，
才取得了胜势。此时直升机还在上空盘旋着，在第一轮凶狠攻击之后，这10架飞机暂时停火。此时夜色深重，这些飞行员们已是敌我不分，很难捕捉到烈焰大队和黑暗佣兵团的位置了。而由于刚刚与这上校的激战，使得白木哥已经脱离了队伍，距离那2个攻击小组起码超过了120米，其他队员没办法对他形成有效支援。第2师和装甲师都已经赶来了，这一片山区已经被重重包围，你们的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这上校咬着牙说道：我保证，你们会死得很惨很惨。白木哥面无表情，根本不理会这样的威胁，身形忽然动了，唐刀一挥，急速冲刺。窈窕的身形展现出了强大的爆发力，在夜色之下带出了极美的幻影。那凌厉的刀芒瞬间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由于这攻击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上校现在完全来不及躲避，他只能反手一挥匕首，想要挡住白木哥的刀芒。吭！当双方的兵器狠狠碰撞在一起的时候，这上校的手部皮肤瞬间崩裂。从唐刀的刀身之上再次传来了让他震惊的力量，这让此人手中的匕首直接脱手飞出，刺进了他自己的肩膀，断了一条胳膊，让这上校的战斗力大减，所有的防御动作都变得不连贯了起来。而白木哥的唐刀竟是去势不止，直接劈开了这上校的防弹背心，让他的胸腹之间随之溅起了一道血光。他被这一刀劈得向后倒飞而出。白木哥长刀一挥，还想追击，却没想到从身前的山林里忽然站出来10几个手持突击步枪的士兵。看他们的衣服，都是来自于陆军第1师。紧接着一道调笑声传了出来：德拉科，没想到连你都没能拿下他。伴随着声音一起来到的是淡淡的雪茄味道。一个男人抽着雪茄出现在了那10几个士兵的中央，他也穿着委内瑞拉军装，肩膀上的军衔赫然是大校。在这一片山野之间，能拥有这种军衔的必然是陆军第1师的师长斯洛普。只不过在夜晚的战场上抽雪茄，这是嫌自己在狙击手的瞄准镜里不够显眼吗？那个名叫德拉科的上校深吸了一口气，他盯着胸腹之间的恐怖伤口，面色难看到了极点，恶狠狠地说道：斯洛普，我要活捉他，让他受尽这世界上最痛苦的折磨。在这德拉科看来，今天自己的表现无异于阴沟里翻船，明明实力在对方之上，却被这女人重伤到这种程度。那师长看着白木哥战斗服之下的窈窕身形，说道：居然是个女人，不错，我最喜欢女俘虏了。他随后抬起手枪，指着面前的姑娘，双手抱头，跪下投降，可以饶你不死。白木哥深深吸了一口气，被10几个枪口指着，他似乎已经无处可逃。到那时，如果就此认输，那可就不是白大小姐的性格了。他的脑海里回想起未来婆婆的温暖声音，于是说道：真正要死的是你们。那个名叫斯洛普的师长哈哈大笑：这是我今天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笑话了，他说的没错。一道声音忽然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里。听了这话，白木哥的眼睛随之一亮，伴随着这声音，一道尖锐的破空声骤然而起，撕裂了夜色。紫色电芒如同天降霹雳，裹挟着极致的杀意，
横掠数十米的距离，直接穿透了这个师长的胸口。一个青年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白木哥的身边。感动我的女人。他盯着对面的第一师师长，把白木哥的话冷冷重复了一遍。今天真正要死的是你们。这个斯洛普师长低头看着自己的胸口，表情之中全然都是难以置信。胸腔已经被紫色长剑贯穿，这一道光实在是太凌厉了，太凶狠了，瞬间秒杀，挡无可挡。斯洛普已经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脏被直接刺爆的声音。他根本没想到，明明是占尽优势的局势，居然会发生这般逆转。他周围的10几个持枪卫兵压根没有一个反应过来的。下一秒，那个青年的身影便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身前，抬手握住了剑柄。紫色长剑已经从胸口骤然拔出，一道血光随之飙溅在了地上。随着这个拔剑的动作，斯洛普的身体已经软软地朝着地上倒去。在最后的意识消散之前，他分明看到凌厉之极的紫色剑光已然开始笼罩全场，自己那10几个手下的脑袋正相继飞上高空。苏无忌的长剑把10几个士兵送走之后，直接闪现在了那个上校德拉科的面前。黑渊的人，他冷冷问道。德拉科的表情已经开始变得无比难看了起来，他咬着牙低吼道：敢在南美的土地上招惹黑渊，你死定了，死定了。现在这德拉科的一条胳膊已经相当于废掉了，胸腹之间伤口的出血量极为惊人，战斗力不足30%。就凭这个华夏青年刚刚展现出来的超级攻击力，他根本不是对手。苏无忌重重一脚狠狠踹在了这个德拉科的胸口，后者被踹得倒着向后飞去，胸腹之间的伤口又爆发出了一大捧鲜血。苏无忌没等他落地，紫色长剑便是一挥，湛湛紫芒瞬间追上，当头落下。这一剑居然将对方的身体都给斜着劈开了，鲜血和内脏爆洒一地。当这个德拉科摔落在地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变成2截了。做完了这一切，苏无忌扭头看向身后的姑娘。你啊，他刚要开口，便听到白木哥说道：其实该留个活口的。这声音里都透着疲惫。的确，这个德拉科来自于禁锢黑渊，而且极大概率是个激进派，留他一命，说不定能起到不小的作用。苏无忌直接说道：他伤了你，我忍不了。白木哥走到苏无忌的旁边，看着这个多日未见的青年，护目镜后面的眸子里似乎闪动着千言万语。这种时候，即便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却也不知道该怎么表明心情。之前对方当众那一句感动我的女人，实在是让白木哥的心都有些要化开了。好吐的台词，却让人心中欢喜。女人啊，就是好这一口。疼吗？苏无忌看了看对方那被鲜血染红了的左臂。白木哥摇了摇头，没有出声回答，目光落到了面前青年的嘴唇上，然后他的脸往前面凑了凑，竟是想要主动亲吻对方。下一秒，咚！苏无忌的脑袋本能地往后一仰，因为白木哥的头盔磕到了他的额头。两人都笑了。白木哥没说什么，抬起手给苏无忌轻轻揉了揉脑门。苏无忌的脑回路也是够奇葩的，他竟是来了一句：我忽然觉得戴着头盔亲嘴和戴着套啪啪有点相似。白木哥，
苏无忌除了安全一点都不爽。这句话差点让白木哥笑得闪了腰，他的嘴唇轻轻翘起，微笑着打了苏无忌一下。一点都不好笑，只是笑的时候牵动了伤口，让他又下意识地微微蹙眉。而就在这个时候，委内瑞拉的武装直升机已经渐渐停止了攻击，开始拉升高度，似乎想要辨别敌我。只是现在的战场一片混乱，师长斯洛普阵亡，整个第一师的阵型已经完全乱套了。在绝对的人数劣势之下，世界上的2支顶尖特种部队前后夹击，竟是把这个整编师生生冲散。这一仗打得差不多了。苏无忌拉着白木哥的手，看着护目镜之下的清澈眼眸。你来南美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白木哥摇了摇头，声音里似乎带着一丝平日里从他身上绝对看不到的娇嗔。就不想告诉你。此刻月光洒在他的黑色战斗服上，让那一双眸子显得更加明亮，竟是说不出的动人。看着这个状态下的白大小姐，苏无忌的心中腾起了一股冲动，想要把对方直接按倒。白木哥竟是直接读懂了苏无忌的眼神，往后退了一步。别乱来。看到心爱的姑娘过来，苏无忌往前跨了一步，开玩笑道：就想乱来。白木哥抿了抿嘴，轻声说道：这里不卫生。不卫生？他居然找了一个让苏无忌完全没想到的理由。苏无忌觉得这个状态下的白木哥竟是可爱至极，怎么更想按倒了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黑暗佣兵团的几架武装直升机终于将那几架纠缠他们的飞机尽数击落，杀了回来。而空中盘旋的10架武装直升机也是阵型变换，分出了5架去拦截。空中又是一团乱战。剩余的5架委内瑞拉直升机像是得到了新的命令，忽然开始降低了高度，然后竟然开始对着地面无差别攻击。是的，就是无差别的扫射和轰炸。此刻第一师树倒猢狲散，失去了师长指挥的士兵们正在仓皇逃跑。可是几架直升机的链炮同时开火，顿时把他们给打得血肉横飞。那火箭弹一路扫过，简直像是离地一般。而烈焰大队和黑暗佣兵团也被这空中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这可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苏无忌的眼睛眯了起来，一把将白木哥拉至身后。有吃要灭口。白木哥的声音也开始变得凛冽了些许。看起来是的。这些直升机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即便把整个第一师全部覆灭，也要把烈焰大队和黑暗佣兵团彻底留在这儿。看来黑渊的激进派是发了狠了。大队长，敌人的陆军第2师和装甲师都来到了。万灰尘的声音在通讯器之中响起。白木哥扶了扶耳边的通讯器，他也得到了黑暗佣兵团侦察兵的汇报。苏无忌找了块大石头站了上去，他举起了望远镜，视野的远处已经出现了影影绰绰的装甲车和坦克了。通知下去，准备撤退。苏无忌沉声说道。头顶上有武装直升机，地面上有装甲车和坦克，再加上又来了一个第2师，这特么的还怎么打？完全没有必要死守。稍等一下。白木哥看了看时间，再等30秒。等30秒。苏无忌眉头一挑，他的确一下子没想明白，这种时候还要等什么？
但这一刻，苏无忌分明看到白木哥的眼睛里闪动着亮晶晶的光。苏无忌很确定，这种眼光自己之前从未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过。这目光之中似乎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这时候，山下的坦克已经对着山上开火了，接连几发炮弹落下，炸得这一面山坡烟尘弥漫。还好，炮弹基本上都落在溃散的第一师士兵的脑袋上了。黑暗佣兵团的直升机全部撤离战场。白木哥下达了直升机撤离的命令，随后说道：时间快到了。苏无忌：什么时间啊？白木哥：空中支援。苏无忌往天上看了看：哪里来的支援？白木哥说道：阿姨说空中支援半个小时来到，就一定是半个小时。哪个阿奇？苏无忌依然有些不解。然而他的话音尚未落下，夜空之中忽然传来了炸裂的音爆。嗡！视野的尽头仿佛出现了好几道火龙。不，仔细看去，竟是空对空导弹。他们拖着长长的尾焰，仿佛举着死神的火把，扑向这一片战场。这是超视距攻击。在想明白了这种攻击是什么武器所发出来的时候，苏无忌一下子血冲脑门了，浑身上下的每一寸皆是热血沸腾。白木哥也紧紧抓住苏无忌的手，眼眸之间光芒闪动，显得前所未有的激动。上空5架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看到此刻发生的景象，立刻吓得魂飞魄散，再也顾不上对地轰炸，拼命做着各种规避动作，试图逃离这片死亡空域。然而，面对超出他们好几代的战机，这些直升机所有的规避动作都是徒劳的。他们甚至都看不到敌人在哪里，就已经要被击落了。轰轰轰轰轰轰！夜空中爆开了5团巨大的火球，5架武装直升机瞬间被凌空打爆，化作无数燃烧的碎片四散飘落。嗡！这次从远空传来的轰鸣声更加震撼，似乎这一片天空都因此而震动。这引擎轰鸣声由远及近，那声音爆裂威严，带着无与伦比的压迫感。光是听着声音，就让人觉得无法抵抗。4架通体漆黑如墨、造型极具未来感的战机，如同巡弋天空的霸主，穿透云层，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在安第斯山脉的上空张开了双翼。剩余的5架委内瑞拉直升机本来正在追击黑暗佣兵团的直升机呢，飞行员远远看到这种情况，瞬间被吓破了胆子，立刻放弃追击，飞速逃逸。他们的机舱报警器疯狂尖鸣，显示已经被火控雷达牢牢锁定。撤退，快撤退！直升机编队指挥官惊惶失措地大喊：这是什么战机？是 F-30机这造型，怎么从来没见过？另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惊恐地喊道：这不是米国人的飞机，这是华夏的6代机。6代机，来自华夏。这句话中的2个名词就让所有人胆寒了。这绝对是苍穹之上的死神，是万里长空的霸主级掠食者。该死的，华夏空军来这里干什么？这个编队指挥官恼火至极，狠狠捶了一下仪表台，生平第一次觉得这架武装直升机的速度慢得像龟爬。他怒吼道：混蛋，给我飞快点，再飞快一点！然而那4架6代机根本用不着追击，直接进行了超视距攻击。
双方的战斗方式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目标锁定，开火！掌机飞行员冷静下令，咻咻咻咻咻，又是5枚空对空导弹以数倍音速扑向各自的目标。对于最高时速不过300-400公里，且没有任何隐身能力和高端电子对抗措施的老式武装直升机而言，面对6代机的攻击，他们根本是躲无可躲，逃无可逃，和待宰的羔羊都没有任何区别。又是接连5个巨大的火球当空爆炸，5架直升机瞬间被撕成无数燃烧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向下方的安第斯山脉，如同残忍而绚丽的死亡烟花。刚才还肆虐战场的委内瑞拉直升机群，在短短的10几秒就被从政府军的作战序列里彻底抹去。看着如期而至的空中支援，不知不觉间，白木哥已经泪流满面。他忽然明白了未来婆婆的那句话，这一仗不仅是你们的战斗。地面上的装甲式士兵们目睹了10架武装直升机如同烟花般接连湮灭，顿时陷入了极大的震惊和混乱之中。师长试图呼叫空中支援，可却只从通讯器里得到了一片杂音。他们的通讯已经被定向干扰了。该死的，怎么办？这些飞机飞得那么高，老子的高射炮根本打不到他们。这师长愤怒地大吼着：师长，快撤吧，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参与的战斗，再这样下去，咱们都会彻底被炸成碎片的。我就不该来，就不该听那国防部长的话，他们居然敢扣华夏的军官，真是疯了。师长气得大吼：撤退，全员撤退！然而这种山路上，装甲车和坦克掉个头都需要不少时间，想要在短时间内撤离，谈何容易。这时候4架6代机的主弹舱已经打开了，数枚精确制导炸弹落入了夜色里，也落向了安第斯山脉的地表。这些炸弹在空中调整姿态，弹翼展开，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精准地落在坦克和装甲车的队列之中。轰隆隆，一辆老式的 T72 主战坦克被一枚炸弹直接命中，巨大的爆炸力直接将几10吨重的炮塔掀飞了10几米高，车体瞬间化作废铁，内部的弹药又发生了2次爆炸。半分钟前还正在试图掉头撤退的坦克，此刻彻底变成了碎片。轰！一辆步兵战车被击中，燃起了熊熊大火，里面的士兵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便直接被烤焦了。震耳欲聋的爆炸接连响起，一辆辆坦克被掀翻在地，一辆辆装甲车被炸成废铁。原本气势汹汹的装甲师瞬间陷入无边的火海与无穷的混乱。对于地面上的委内瑞拉军队而言，这短短2-3分钟的经历无异于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他们根本还没来得及与华夏的特种兵正面交锋，就收到了来自绝对制高点的毁灭性打击，无法理解，无法抗拒。这一轮轰炸过后，第2师和装甲师的士气便已经彻底崩溃。然而这还不是结束，那4架6代机降低了高度，空对地导弹又释放而出，剧烈的爆炸接连炸响，仿佛要将这一大片山野整个翻过来。此刻的安第斯东路仿若人间炼狱，绝对的制空权带来的便是绝对的碾压。我去，我都没打过的仗太夸张了。苏无忌看着漫山遍野的火光，感慨地说道：其实不仅是他，下面这3个正规师的士兵也同样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
即便那4架战机上没有喷涂任何的标志，但是根据最新的军事新闻，只有华夏有这样的超级战机。地面在震颤着，然而比地面震颤程度更大的是那些黑渊成员们的心。的确，第1师、第2师和装甲师能够做出围困安第斯山脉东路的举动，必然是受了某些黑渊高层的指使，而在这3个师里，必然有着黑渊成员担任军官。此刻他们也都彻底的胆寒了，后悔了。这一次华夏的决心超出了他们所有人的想象。终于在地洞山摇间第2轮空地导弹的轰炸结束了，这一场战斗也基本宣告了结局。3个师丢下了一地的碎尸与残骸，这是彻彻底底的单方面碾压。苏无忌忽然想起来什么，问道：对了，你刚刚说的那个阿姨是谁？白木哥。你们？苏无忌。你骂我干啥？白木哥忍俊不惊，随后眸光微垂。你妈妈？苏无忌。我妈给你打电话了。白木哥说道。不仅如此，这黑暗佣兵团的指挥权也是阿姨直接给我的。苏无忌这才恍然，原来在我出发南美之前，我妈就已经都安排好了，果然符合她一贯的风格。他看到白木哥似乎有些出神，于是问道：我妈还说什么了？阿姨还说……白木哥想了想，还是说道：她让我打完了这一仗就去家里吃饭。苏无忌的眼睛里顿时涌现出了浓烈的惊喜。真的？那太好了。他激动地直接抱住了白木哥的大腿，将他举了起来。老妈能够认可白木哥，苏无忌此刻简直觉得自己的心都要飞起来了。以后也别喊阿姨了，直接喊咱妈。而老妈愿意直接将黑暗佣兵团交给白木哥，就说明她一直关注着这只小白鸽的成长。这还没过门呢，婆媳关系就如此和谐了。苏无忌不禁长出了一口气。白大小姐那一贯平静的脸上，此刻也带着明显的情绪波动。她能看出来，苏无忌的激动是发自内心的。但我还不太想去。他忽然说道。苏无忌，他依旧抱着对方，不解地问道：为什么啊？婉欣还没去过。白木哥说道。我想让他先去。何意？苏无忌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这个原因，居然学会谦让了，这还是白大小姐吗？苏无忌可是清楚地记得，当初和这2个姑娘在同一个包间里吃饭的时候，是多么的修罗场。他想了想，把怀里的姑娘放下来，还是说道：这个你放心吧，我妈既然能这么说，就表明她肯定都已经做好安排了。那就好，我听你的。白木哥看着苏无忌的眼睛，无比认真地说道：我可以跟任何人抢你，除了婉欣。而这个时候，天际再次传来了轰鸣声。烈焰大队和黑暗佣兵团的战士们齐齐抬头看向夜空。不过这一次，这轰鸣声不再是战机划破云层的锐响，而是一种厚重又令人心安的声音。苏无忌的心情再度澎湃了起来，他直接判断出来，这轰鸣声是来自于大型运输机。抬头看了看，他说道：这是孕妇20。这一次华夏比米国的决心要强得多，只要能救回失联的军官们，哪怕直接空袭安第斯山脉。4架庞大的孕妇20运输机，在8架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掠过月亮，
穿破夜色，出现在了战场上空。随后舱门打开，一个个黑点跃出机舱，如同蒲公英种子般飘落。那是空降兵。华夏的空降兵降落在美洲的夜空里。紧接着，更加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运负20的尾部舱门也缓缓打开，一辆辆轻型全地形突击车驶出，竟然直接从空中伴随着降落伞降落。这是近些年来极其罕见的大规模重装空投。白木哥的胸膛大幅度地起伏着，他已经找不到词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在他胸腔之中所涌动着的情绪，是此生未曾出现过的汹涌与澎湃。短短几分钟内，超过300名的华夏特种兵从天而降，迅速集结，并以突击车为核心，如同猛虎下山般直接冲入了混乱的战场。他们的加入让本来就溃不成军的委内瑞拉陆军更加崩溃和绝望了。显然，华夏方面并没有打算亮个相是个威就结束了。既然来了，就要把敌人打疼，让他们疼到再也不敢招惹华夏。轻型突击车上的重机枪和自动榴弹发射器喷吐出致命的火舌，让敌军那些从2波轰炸中侥幸全身而退的车辆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而训练有素的空降兵们之间战术配合极其娴熟默契，犹如虎入羊群，把那3个师的溃军冲得稀里哗啦。白木哥看着眼前这一幕幕，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感动。他终于明白来家里吃饭这句话背后所代表的是何等磅礴而无言的力量与认可。这不仅仅是一次战术支援，更是一种姿态，一种宣告。白木哥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澎湃，举起手中的步枪。黑暗佣兵团配合友军全面反击。而烈焰大队那边，不用苏无忌下令，便已经加入了反攻的阵列里。震天的喊杀声在安第斯山脉的东路响起，而这喊杀声是华夏语。3股凌厉的力量汇聚成一股无可阻挡的钢铁洪流，向着溃败的委内瑞拉军队发起了致命的冲锋。这一场战斗的胜利已经被彻底握在手中了。白木哥望着绵延数公里的火光，他知道，等这一仗结束，踏上归程，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一场意义非凡的家宴。他的路确实一直都在自己脚下，但这一次，那看似有些曲折晦暗的道路尽头，已然亮起了一盏温暖的灯。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总统府，现任总统费尔南多整夜不睡，正在办公室里大为光火。这位军阀出身的政客虽然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但行事风格却一贯极为强硬，甚至敢跟米国硬碰硬。但是这一次，他不仅连总统府的门都出不去，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打不出去了。该死的，我是总统兼政府军的总司令，那个该死的国防部长想干什么想干什么。费尔南多气得大吼，把文件摔得满地都是。几个秘书站在一边战战兢兢，压根不敢接话。就在今天早晨，总统府的卫队已经被那位国防部长不知不觉间给全部替换了。关键是那位部长平时看起来忠心耿耿，对总统言听计从，这次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竟是突然发难，以至于所有人都反应不过来。费尔南多终于为他的盲目信任付出了代价。现在总统府的通讯已经被完全屏蔽，外面有国防部长的私兵重重把守，连只鸽子都飞不进来。费尔南多甚至不知道安第斯山脉
现在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好几台军车行驶到了总统府的门前，卫兵查看了一下，随后立刻立正敬礼，然后打开了大门。因为此刻坐在这辆车里的正是国防部长兼政府军副总司令索纳塔。他最早是费尔南多的警卫员，深得后者信任，绝对称得上是铁杆心腹了。在费尔南多成为总统之后，很多事情都交由索纳塔去办。这位国防部长俨然已经有了影子总统的气势了。这几年来，索纳塔脚跨军政两界，已经俨然是总统之下第一人，是委内瑞拉政坛的超级实权派。车窗打开，一股浓郁的雪茄烟雾随之飘了出来。一个身穿陆军军装、留着络腮胡的精悍男人坐在后排，开口问向昨晚才上任的新任卫队长：“总统先生还好吗？”卫队长昂首挺胸，立正敬礼，说道：“报告部长，总统不太开心，正在办公室里发疯。”索纳塔咬着雪茄，笑呵呵地说道：“不开心是正常的，换作是我，何止是得发疯，简直要气得自杀。”随后他的笑容收了起来，表情之中透着严峻。现在委内瑞拉的3个师全面溃败，华夏和米国已经陈兵加勒比海，到了该把总统先生推出去承担责任的时候了。被封锁了消息的费尔南多总统还不知道，就在昨天夜里，华夏的航母编队在横跨了半个地球之后，进入了加勒比海。而那几架大型运输机甚至直接从华夏本土飞了过来。身为总统，费尔南多显然是不太合格的。他上任之后，只顾着和米国以及周边国家豪勇斗狠，不仅经济搞得一塌糊涂，甚至完全不知道这个国家的表层之下究竟涌动着怎样的暗流。索纳塔叼着雪茄，一进入总统府的大门，便听到了从总统办公室里传出来的大吼。他摇了摇头，说道：“总统先生还是这么暴脾气，这可不太好，得改一改。”随后，这位国防部长便走到了总统办公室。一看到他来了，费尔南多把水杯狠狠扔在地上，吼道：“索纳塔，你到底想干什么？竟敢封锁总统府啊！你难道想政变吗？我这个位置要不要让给你来做？”索纳塔说道：“总统先生，您别生气，我对您一贯是忠心耿耿，从未想过政变之事。只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太方便让您知道，仅此而已。”混蛋，你把我的通讯都给掐断了，把我的守卫全换了，你还说你不想政变？费尔南多对这一系列手法实在是太熟悉了，毕竟他当年上位之时就是这么做的。他实在是气不过，拉开办公桌的抽屉，从中拿起了一把手枪，打开保险，用枪口顶着索纳塔的头。信不信我现在就打死你？然而索纳塔却丝毫没有躲开的意思，而是说道：“总统先生，您离开军队第一线太多年了，连枪里到底有没有子弹都感觉不出来了。”没子弹，我的这把枪里常年装满子弹。费尔南多冷笑一声，直接对着索纳塔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现在只想把这位国防部长的脑袋打爆，以泄心中之愤。然而扳机是压下去了，可是枪口却没有任何子弹射出来。索纳塔丝毫不在意对方的杀心，耸了耸肩，说道：“昨天晚上你这把枪里的子弹就被我的人全部退出来了。”混蛋！被玩弄到这种程度，费尔南多简直要气疯了。他举起手枪，狠狠砸在了索纳塔的脑袋上。后者的额头顿时被砸出了一道口子，一线鲜血流了下来。
总统先生，只要你能消消气，多砸我几下也没关系的。索纳塔说着，掏出纸巾，坐在了沙发上，擦了擦脸上的血，看起来非常淡定。见状，费尔南多也喘着粗气坐了回去，铁青着脸，明显不想讲话。索纳塔把染血的纸巾随手丢到垃圾桶里，随后说道：其实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作为总统，我想你有必要知道一切。我知道什么？费尔南多重重一拍桌子：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什么时候告诉我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蠢货。是这样的，索纳塔说道，米国特种兵和华夏特种兵在昨天进入了安第斯山脉东路。费尔南多一听，怒气更是上涌。怎么，他们要入侵？这个军阀一贯喜欢跟周边国家好勇斗狠，根本没往更深处想。索纳塔说道，不仅如此，就在1个小时之前，华夏的战机轰炸了东路区域，我们陆军的第1师、第2师以及装甲师损失惨重。什么？费尔南多一下子站了起来，杀气腾腾地喊道：他们胆敢轰炸委内瑞拉国土？确实胆大包天，这是要挑起战争。索纳塔说道，总统先生，现在应该由你出面在国际上发声，严厉谴责他们的入侵行为。等等，费尔南多忽然反应了过来，为什么陆军的3个师会在山脉东路？索纳塔说道，是我调集他们去围剿华夏和米国的特种兵的。总统先生努力压下心中的愤怒，他总算是理清了一些思路，继续说道：不对，米国派人来抓毒贩也不是1次2次了，他们的行为我还能理解，可是华夏为什么要越过重洋来委内瑞拉？他走到索纳塔的身边，双手揪住他的领子，将其从沙发上一把提了起来，吼道：我和外界断联的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给我说清楚。索纳塔叹了一声，终于还是把实情说了出来。是这样的，这些年来米国丢了10几个科学家，华夏方面也有一些失踪的军官，他们都被秘密扣留在伊马塔卡铁矿带的矿山里。什么？听了这句话，费尔南多的心都凉了半截。他恼火至极地吼道：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索纳塔一脸无辜地说道：我其实也不想这么做，但是没办法，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是禁锢黑渊干的。禁锢黑渊？费尔南多的眉头一皱，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对这个神秘组织并不了解，只是偶尔听说过一些和这个组织有关的传说罢了。在费尔南多看来，这个所谓的禁锢黑渊早就已经解体了，现在根本不存在了。索纳塔整理了一下被抓皱了的衣服，说道：而我就是黑渊禁锢庭的1级成员，也是他们在委内瑞拉的第1代理人。费尔南多总算理清楚了这其中的因果联系，他喘着粗气，愤怒地说道：你们瞒着我扣押了华夏人和米国人，把这2个国家的特种部队引来，然后把黑锅甩到我身上。索纳塔又摊了摊手，脸上仍旧带着无辜之意。我是真的不想这么做，毕竟在我加入黑渊之时，那些米国科学家就已经被扣留了。费尔南多深吸了一口气，这件事情不是我干的，我要向米国人和华夏人解释清楚。索纳塔说道：没用的，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定会有人承担责任，毕竟在整个委内瑞拉，能直接调动陆军3个师作战的，只有您这位总统兼总司令了。
费尔南多的眼睛里在喷着怒火。这3个尸是你调过去的。索纳塔耸了耸肩。可是我也是以你的名义这么做的，总统先生。砰！费尔南多重重一拳砸在了索纳塔的脸上，他失控地大吼道：混蛋，你们这群混蛋！后者抹了抹嘴角的鲜血。总统先生，没有人会相信你是无辜的。如果你现在向那2国服软，就会失去你在民众们心目中强硬果决的形象。如果你继续硬扛到底，那么或许还能挽回一些支持率。听了这话，费尔南多无力地瘫坐在了椅子上。他知道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自己甚至是唯一的人选。索纳塔说道：黑渊也不想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总统先生，如果你按照我所说的做，那么你将收获世界上最强大组织的友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他招了招手。费尔南多那几个心腹秘书同时拔出枪来，指着现任总统的脑袋。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台挂着华夏首都牌照的劳斯莱斯幻影从加拉加斯机场的一架专机上驶了下来。这架专机是从华夏飞来的。劳斯莱斯驶出了机场之后，一路不停，径直行驶到了总统府的门口。这台挂着华夏首都牌照的劳斯莱斯幻影是苏无限的车，但是他本人并不在车上。此刻这台车的后排坐着2个女人，一个身穿黑色修身西装，长发披肩，袖子挽到小臂中段，显得很利落。她拥有着堪称绝美的容颜，身段窈窕，线条顺畅，是那种最典型的东方美人，正是穆千羽。另一个则是身穿白色长裙，脸上戴着白纱口罩，长发编成了一根辫子，垂在一侧的肩膀前，露出了雪白细腻的修长脖颈。这种发型近些年来其实已经很少见了，但放在他的身上，偏偏流露出了一股非常罕见的出尘之感。前辈，谢谢您这次能陪我来。穆千羽说道。白裙女子说道：你最近做得太出色了，其实我就算是不来，你这边也是没什么问题的。穆千羽否认道：不，前辈缺了您，我是真的没底气。这时候，总统府门口的卫兵已经举手示意停车了。而在这台劳斯莱斯的前排，坐着刘闯和刘烽火2兄弟。停车。卫兵走过来，敲了敲后排车窗，说道：把车窗放下。他认得劳斯莱斯这个牌子，本能地认为坐在这里面是国防部长索纳塔的朋友。走过来检查的时候，甚至都把突击步枪背在了身后，压根没有开枪的意思。他压根不认为这时候有人胆敢擅闯总统府。不仅是他，本来在门口站岗的一排卫兵都没有丝毫的警惕。然而当车窗玻璃放下，这卫兵看到了那张绝美的东方面孔之后，瞬间犹如雷击，整个人都愣住了。你啊？他可以发誓自己这辈子绝对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穆千羽微微一笑，说道：我来拜访索纳塔部长，我知道他在里面。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卫兵说道。他这句话刚出口就有些后悔了，觉得自己完全是多余问这一句。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是坏人呢？而这卫兵借着晨光又往后排左侧座位看了一眼，心脏再度砰砰直跳。那个白裙女人虽然戴着轻纱口罩，可是仅仅是从她那所露出来的眉眼来看，就能让人确认这绝对是个超级美女。那绝佳的身材和极致的韵味
是白色衣裙所根本遮掩不住的。尤其是这种成熟和出尘的气质所形成的反差，更是让人欲罢不能。这一期啊，这卫兵回过神来，抹了抹嘴角的口水，竟是直接立正，敬礼，昂首挺胸地说道：“请进。”好的，谢谢。穆千羽的唇角轻轻翘起。您真是个好人，好人一生平安。卫兵挥手示意放行，他目送着劳斯莱斯进去，忽然觉得心中涌出了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早就听说过索纳塔部长夜夜笙歌，或许这两个绝美的东方女人也是他的人。这种天上神女般的姑娘，为什么不能归自己所有呢？这卫兵越想越心痛。真的很离谱，居然就这样进来了。刘闯和刘烽火兄弟二人本来都撸起袖子准备动手了，可没想到这里的卫兵居然就这么放行了，简直跟扯淡一样。总统府的防御都能扎到如此程度，他们政府军的战斗力也是可以想见的了。刘烽火笑着说道：“怪不得古往今来美人计一直都那么好用。”刘闯拍了一下弟弟的后脑勺：“一把年纪了，嘴上还没个把门的，那是少奶奶天生丽质，和美人计有个屁的关系。”说完，他又没好气地瞪了弟弟一眼：“敢说少奶奶用美人计，你特么的嘴巴找抽啊！”刘烽火嘿嘿一笑：“就是用词不当，少奶奶不会介意的。”穆千羽抿了抿嘴，俏脸微微有些发热。他随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身边的那位白裙前辈，后者的余光都没看他，而是直接说道：“郎情妾意，门当户对，又有什么好羞涩的？”什么门当户对呀？穆千羽轻声地说了一句，那本来白皙的双颊已然变成了淡粉色。他否认了门当户对，却没否认郎情妾意。前排刘氏两兄弟哈哈大笑。到了，穆千羽看向总统府的主建筑，说道：“四人下了车，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毕竟门口卫兵都放行了，内部的巡逻岗上自然不会再有多余的盘问。”刘烽火感慨道：“委内瑞拉真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刘闯又打了自己的弟弟一下：“别大意，今天少奶奶要是掉一根头发，你我回去都要吃不了兜着走。”这句话让穆千羽连忙解释：“不至于，两位叔叔，你们是长辈，这样就太让我惶恐了。”刘烽火又笑道：“千羽，你就安安心心的当好大少奶奶吧。这么多年，除了老爷子之外，我可没见到老板主动把他车子的后排右座让给谁坐过。”穆千羽红着脸，明显故意岔开了话题。他看着面前巨大的建筑，说道：“真是壮观，这屋顶的颜色怎么这么红？”旁边的白裙前辈说了一句：“没有你的脸红。”与此同时，总统办公室内，费尔南多面对着秘书们的枪口，久久不讲话，面色简直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国防部长索纳塔说道：“快点做决定吧，总统先生，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费尔南多盯着那几个秘书，沉沉说道：“该死的混蛋，枉我那么信任你们，居然每一个都吃里扒外，你们竟然全都背叛了我。”几个秘书举枪的手纹丝不动，显然都是专业训练过的，这和他们之前那战战兢兢的样子截然不同。显然，费尔南多平日里早就被全方位的盯死了，他生活和工作的任何细节，索纳塔都会知晓。索纳塔说道：“总统先生，现在纠结此事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你需要做的就是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华夏和米国的入侵行为。费尔南多的表情有些惨然。我即便发表了声明，可以暂时免于死在你们的手里，但华夏和米国也一定会把我的名字写到死亡名单之上的。无非是早死和晚死的区别罢了。索纳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在费尔南多的面前展开，说道：这声明我们都已经帮你拟好了，总统先生，你照着念就行了。很抱歉，我们别无选择。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的眼睛里涌现出了一抹很辣的杀意。显然这件事情若是由费尔南多来背锅的话，那么背完锅就得死。这总统一旦死掉了，那么无论往他的身上丢多少口黑锅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确，华夏能一反常态，直接安排特种兵入境作战，就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了。这种时候，委内瑞拉所能做的就是争取国际上的舆论支持。打又打不过，除了谴责，他们别无他法。而禁锢黑渊这时候万万不能站出来承担责任，反而要转入新一轮的沉寂，否则的话，等待着他们的将是灭顶之灾。毕竟这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存续那么多年，最大的原因就是会藏。我无法保证我的人身安全。费尔南多显然也不是傻子，他压抑着愤怒说道：或许等我发表了声明之后，等待我的依然是死亡。索纳塔说道：哦，总统先生，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谈条件的资格吗？可就在这个时候，一道声音从门外传来：他现在有了。随后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穆千羽一行人出现在门口。由于她实在是太漂亮了，那几个秘书一下子都有些恍神，谁也没把穆千羽往敌人的身上去联想。更何况如果是敌人的话，早就被门口的卫兵给拦下来了。倒是国防部长索纳塔最先反应了过来，他狠狠皱着眉头说道：你们是什么人？此刻那位漂亮到不像话的姑娘看了看他，红唇轻启说道：我们从华夏专程赶来，只为和费尔南多总统商量一下如何消除国际影响。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很认真地补充了一句：当然必须强调的是，我的所有行为都不代表华夏官方。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今天可能会死人，但和华夏无关。华夏人。索纳塔最先反应了过来，他目露惊恐，立刻伸手入怀，想要掏枪。然而他的手还没来得及从怀里拿出来呢，刘烽火直接一脚踹了上去。咔嚓，所有人都清楚地听到了索纳塔手臂断裂的声音。他的胸口受到重击，当即吐了一大口血。办公室里的其他几个秘书见状，想要举枪射击，可是那白裙女子只是轻轻的一抬手，看起来丝毫没有用力，只是仿若一阵清风拂面。可是那几个秘书全部飞了出去，重重地撞在了办公室的墙壁上，头破血流，昏死了过去。索纳塔忍着疼，咬着牙说道：华夏人，你们这次太过分了，你们每一个踏上南美大地的人都会受到无穷的诅咒的。如果苏无忌在这里的话，会发现这种和诅咒有关的话，他在德弗兰西岛上也听说过。当时视频里一个黑衣人说过，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受到贯穿一生的诅咒。穆千羽丝毫不在意这种威胁，他看着费尔南多说道：总统先生，你安全了。费尔南多深呼吸着
觉得自己简直像是在做梦。他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道：谢谢，请问需要我做什么？穆千羽淡淡说道：我希望总统先生发表声明，解释这一切，顺便让禁锢黑渊暴露在全世界的目光之下。他随后也掏出了一张纸，放在了费尔南多的面前。当然，这份声明我已经帮总统先生拟好了。